下一组对决，我们看看要出场的是哪两位朋友。那率先要出场为大家表演的，除了是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另外这个身份呢，遇到的这怪人啊，也不比这个舞台上少。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听他自己说。掌声有请胡来。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来，你们好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少儿吉他老师，教1、2年级的小朋友啊。我就特别害怕有些家长啊把孩子拎过来，是他们周末没时间带了。因为我们琴行不卖课时，是你买一把吉他，随时来我们随时教啊，明白了吧？所以那些家长一看说，哎，这儿托管孩子送吉他。一到周末就把孩子寄存在我这儿，我都要下班了，他也不来接，忙忘了。我刷着他爸发了条朋友圈，说我家孩子丢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你儿子在我手里。就也顾不上孩子好不好好学了，因为有时候把孩子送过来啊，连吉他都不带。我是干上育儿嫂了，不是你学吉他不带吉他，京中有善口记者。后边开始直接拿我手机玩游戏了，他妈妈还问我说我儿子琴练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上海市第7高渐离了。爸爸妈妈没时间带，爷爷奶奶就更沟通不了了啊！我说孩子来上课还是得带吉他吧，他爷爷说带啥吉他呀？你这不都是吉他吗？你随便拿一把给他用呗。我开的是琴行，又不是网吧。孩子一进门，网管9号吉他开2小时。那天下午，孩子感冒了，他爷爷叫我带孩子去医院，特别生气啊，说你给我孙子教感冒了。我是拿花洒教的嘛。我就不理解这些爷爷奶奶，非要催着自己孩子生孩子，说生完了我养，结果生完了都是我养。很多家长会觉得吉他不是什么正经爱好。我之前遇到过孩子说想学吉他，拉着爸妈进来，我都想上去介绍了。他妈妈说：“哎，那吉他学了以后能干嘛？以后出去要饭吗？”不是学吉他要饭怎么了呢？你都出门要饭了，扛钢琴多累呀！城管来了你都不好跑。他不支持孩子学嘛，就问我，就挑我各种各样的毛病，问我最便宜的吉他多少钱。我说你要诚心要啊，800。他盯着我，100卖不卖？你打发要饭的呢？我说卖不了。他把工匠精神出来了，说儿子走走走，回家爸给你做。吉他有啥难的呀？找块木头刨个洞，拉2根弦不就完了吗？我说那个叫二胡。很多家长都会有那种乐器歧视啊！之前甚至有家长跟我说，吉他都没有什么正经的演出服，像人家弹钢琴、拉小提琴都要穿西服。我说人家钢琴是乐器之王，是因为人家音域广、上限高，不是因为他卡穿搭。你要是这么喜欢穿西服的话，你去萨利亚当 waiter 不就完了吗？也有那种啊，孩子对吉他没什么兴趣，家长硬要培养的情况。但其实家长也不太了解，经常就是拉着孩子进来说：“宝贝儿，咱们学吉他啊，以后啊当郎朗。”我说咱学吉他应该是当不了郎朗，郎朗学吉他都当不了郎朗。他逼着孩子学嘛，那个孩子积极性就特别差，到了琴行除了练琴啥都能干。我之前带过一个小女孩练吉他练一半，摸了本数学作业出来，藏吉他谱下边偷偷做。我以为他看漫画呢，我说看啥了？没收了。黄冈小状元，不是琴行里怎么能做数学呢？放纵餐怎么能吃沙拉呢？我第一次没收到本课内书啊，小状元都惊了，说没收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黄冈，我大哥是衡水，你还没收上我了，你个小雅马哈。我就跟他妈妈商量，我说不行，孩子好好搞学术吧，在我这儿别耽误了。结果他妈妈说，孩子就是得全面发展，你别说学吉他了，他周末还得练跆拳道呢。哎呦，我就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在道馆做题得多困难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呦，我们那个年代最羡慕的就是班里那些会特长的孩子，你羡慕你就自己学呀，你现在不学，等你以后60了。别的老头都会拉二胡，你只能在旁边撞树，在旁边自拍。人家是弦乐，你是打击乐。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会逼着自己孩子去学一些兴趣爱好，来弥补自己小时候没有学的遗憾。啊，孩子又是学吉他，又是跆拳道，又是钢琴，又是奥数，你咋这么多遗憾呢？你小时候干嘛去了？你该不会有个快乐的童年吧？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胡来，祝你天天开心。谢谢胡来，喜欢胡来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胡来。我刚才拍这个灯，我就想让很多家长啊，真得多听一下。现在的孩子真的都挺可怜的，就是你明明他就不喜欢这个，你逼着孩子去做这件事儿，我反正是想不通。哎，您家孩子有学吗？有喜欢那个架子鼓，打得非常好，因为他喜欢。然后你把他扔在那儿，然后出去玩去。必须的。买托管送架子鼓。我确实，我也是长大以后觉得自己很遗憾，自己小时候没学。但你现在谁要让我学，我就跟谁拼命。我确实很想学一门乐器，特别想学，但是感觉自己又下不了那功夫。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成年人我也能教啊。那等我爸给我送过去吧。我回头找您学，跟您交流交流。但看您这造型，其实不像弹吉，像弹钢琴，跟贝多芬似的。好像贝多芬啊。我觉得这段作品就是回到脱口秀的角度，我会觉得稍显遗憾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你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或者叫做少儿音乐老师，你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其实有轻微的摇摆。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音乐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有些时候因为段子的逻辑的反转，那个逻辑又得把它塑造成，比如说就是打引号的不是正事儿，所谓的这个课外活动。其实你自己的这个态度在段子里啊没有特别一致。对，我感觉好像这个事儿会让观众稍微有点，我下一个段子应该站在哪边呢？咱到了舞台上，咱就尤其咱就演这几分钟，你就得坚定。你觉得七七一定想让这些人亲嘴吗？想，他想。好，谢谢胡来。那么胡来的对手也是这一场比赛最后一位要上场的演员，请大家给我们最后一位演员一些鼓励。毕竟等了很久，而且他去年就来到了这个舞台上，今年来到喜丹3的舞台就一件事儿，粉丝量一定要超过他的爷爷徐德伦。我们掌声有请徐指导。我是那个整轮最后一个，我觉得上一轮小爽是个很好的榜样，他最后一轮上来演得非常稳，然后非常帅的一个收尾。我希望我能让来录制的观众也好，让线上的观众也好，看到这一段，看到最后，然后是一个亮眼的收尾。我也相信能做到。这个赛段我去了很多次开放麦练习。我就想当个单口喜剧的劳动人民，咱把每一个小事儿、每一个小观察，用自己最大努力给它写好笑了，就很满意了。我这一赛段希望就能够特别松弛的，像在开放麦一样，就跟大家嘻嘻哈哈的讲完，就挺好。谢谢大家，我是徐指导。不是谢谢，换了件衣服又上来了，好不好？哎呀，这轮给大家分享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我6岁的时候被家里强行报名学过1年拉丁舞，能看得出来我家里也没空带我啊。我当时就这个身材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超级震撼，就看着我的2位家长，你们怎么理解的拉丁舞？为什么拉个壮丁来跳舞？
这个糟糕的决策是由我妈提议，我奶出资，我奶亲自看我跳了一次以后决定撤资。我当时跳的差到我在班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舞伴，老师每天在班级前面说，同水平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搭档成舞伴，互相学习，互相跳。看着我说：“你先对着镜子跳。”我说：“那老师，等会儿第一个动作我俩谁先跳啊？”直到过了2个多月，班里新转进来，我跟他勉强成为了舞伴，水平可以说跟我是不分伯仲。我为什么说勉强呢？性别也完全一致。就我们2个男的跳的差的有点高山流水了，相得益彰啊！就老师那个拍，我俩拍跟不上，但我俩错的拍在一起。就我俩简直可以说是拉丁舞界的一对卧龙。我说这哪是新招进来的，他是镜子里那个我出来了。他从镜子里出来之前，我俩只是一对卧龙卧。后来舞蹈班办了一场内部的比赛，家长们都来看了。我跟龙卧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俩跳一半的时候撒手，然后转圈再丝滑的拉回来。那天我俩是在第2分钟撒的手，比赛结束后才找到对方。那天就是投资人我奶亲自看的那场。来之前他听说我找舞伴费劲了，但是没想到在台上找啊。看着我跟我的舞伴在台上越找越远，双向辜负。可是舞伴之间确实会形成独特的磁场，这个同性它就是相斥，是吧？我在台上找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看台上很多家长那个目光已经不看自己孩子了，在那好奇了这是谁家孩子。很快他们全知道了，因为整个看台上就我奶一个低头不看我的呀。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的奶奶开始自学舞蹈，我去看了一次，受了很多我的影响，死的抓了他那个舞伴我的爷爷徐德伦先生，在那娴熟的操纵我爷旋转，这使劲的伦德伦呐。别人家老头都抽陀螺，就我家老头当陀螺。我爷每次跳完舞回到家，身上一滴汗都没有，全让我奶甩干了。但我挺羡慕他俩，岁数挺大，找到了自己的爱好。2年前，我被公司派到海南那边上班，我也想找一个爱好，我考了一张潜水证。各位，你知道潜水证这个爱好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听完了以后会让你来一段，没有亲戚饭桌上听完了以后说那个把你家浴缸打开吧，咱们开始。我当时刚好是工作把我调到那边，我干的也挺迷茫，我就想报个潜水，然后远离一些。结果到了那个潜点，发现离我公司直线400米。我都怕我潜进公司下水道里。我们那个教练还挺热情，说感谢各位啊，远离自己的工作来这儿学潜水。我说你给我手机套个防水袋，我在这海底下，我钉钉可以打卡。而且我胆子实在太小了，很不适合这个运动。我第一次到岸边，我全是顾虑，我开始担心鲨鱼会吃我。我那个教练太会安慰人了，他说你放心，这个鲨鱼它不爱吃人，它最多就尝一口。我说你这么说我就不怕了，原来我怕的是鲨鱼暴饮暴食啊！这叫什么话？你说我怕的是鲨鱼吃到我，我又不是怕鲨鱼吃完我。你不能说给我吃的就剩一条腿了，我上来说没事啊，各位，他吃不完啊，他吃不完。而且各位，我觉得鲨鱼不爱吃人，觉得人类难吃，这就证明不了潜水这个运动安全。就咱们一块想想，你说咱们都不了解那鲨鱼什么性格。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吃到一个特别难吃的东西啊，我肯定会想办法让我的朋友们都来尝一尝。我教练说你放心吧，鲨鱼不会尝你，鲨鱼最喜欢的食物是海豹，而咱们大多数人类呢，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安全的。我说你带我来啥意思啊？我穿上潜水服也很像海豹啊。海豹是个体脂率40%的哺乳动物，而我作为一个体脂率35%的哺乳动物，但凡今天有一条鲨鱼想吃减脂餐呢，
我为了克服恐惧，我开始在岸边刷一些潜水的那种照片、视频什么的，都很好看，我越刷越害怕。因为我刷了几个，我发现这些潜水的人都是一些身材很好、很瘦的发的照片。我说那些潜完水的胖子都哪去了？是我想的那样吗？啊！我甚至看到一个帖子，简直骇人听闻，说潜水适合胖子减肥，半年轻了10公斤。我说你说清楚，你是半年逐渐轻了10公斤啊，还是一瞬间轻的呀？我现在感觉这个帖子有问题，我有阴谋论了，我怀疑这个帖子是鲨鱼发的，这该不会是条吊人帖吧？啊！我现在拿潜水证2年了，就用了1次，就是写这篇稿。因为其实我2年前是心情不好才去潜水，当时喜单1，然后我没选上没要，我身边几个朋友都来了，就人家都来上海了，就我上海里了。他们安慰我说：“你像那个被贬到海南的苏东坡。”哎，我真的我很想问问苏东坡，你当时在海南写东西没人看到，你难过吗？就你定风波里难受的说什么回首向来萧瑟处，是不是就是发现了这个王安石、黄庭坚要去上海录节目？也不用羡慕，没准那个黄庭坚到了以后说了太多话就被剪了，然后咱都。但你看1000年以后，我在喜单3的舞台，我提到苏东坡，大家都认识你，这就说明咱俩都从水里上岸了。这句我非常羞耻，各位。但你们看定风波最后一句就这个意思，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说明即便是苏东坡啊，他到最后一句啊，他也得上价值。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喜欢徐指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一段有点意思啊，这小苏东坡你。没有，啊，硬收的底，真是。那谁是王安石跟黄庭坚呀？反正不是谢谢，反正不是谢谢。但是上来真像，我晃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我刚刚上了那一句，真的不是现挂，这跟各位承认，就是我去年下来以后，我接他后面演出，我写了一句，然后我俩就开始，如果他在我后面上这句，我就借他。当然他非常这个确实是很保护原创，这句只你用，然后我不用，哎，非常有原则一个年轻人，这是。那不本来就是他写的，不愧是我的龙卧，好不好？但不管怎么说，真的谢谢你，整个这次的所有的节目最后有这么一个收尾，让我们感觉很满足。是我压力也挺大，因为当时导演组沟通问我能不能收，然后我其实第一反应我有点害怕，然后这个也尝试问过能不能往中间换一换，但是中间的人都不愿意把位置让出来。你跟他们说呀，哎，往边上靠一靠。这帮小机器人啊！但其实这是开玩笑，因为我其实对我这篇内容我稍微有点自信，我希望能给大家今天晚上就是最后能再开心的回去，希望能完成了吧今天，谢谢各位，谢谢你们。但我从演员的角度，这个非常难得，这非常锻炼人。是，因为咱们演出的时候，你都知道，最后一个演出的压力，最好的节目才放在最后呢。哎呀，别，这肯定谈不上。但话说来，我能向您求教一下吗？因为这个。你是怎么从拉丁过桥到潜水的呢？是这样，因为确实我有些东西就是我觉得3分钟正好，然后再多一点呢，我就觉得它梗密度可能就堆不上去了。我就有的时候为了保密度，我就会把它砍到一个2、3分钟的体量。因为其实最开始这个段子是想说，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家里逼着你，像胡来老师说过，就是去学一个东西。但其实学潜水证，我根本不热爱潜水，我单纯的就是为了假装自己没那么空虚。那一刻我发现我好像是我自己的家长，就那种感觉。当时就想这两个能不能放到一起。2年前，然后我当时那份工作把我派到海南，我1年没上台，我看着大家这个远离我都在进步，然后我特别崩溃的时候，我突然那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收尾方式。太好了，太会比赛了，是个大赛型选手啊。徐指导这个能力很强哎，就是有的人其实可能把很多故事放在一起，大家会觉得很杂，或者有一个故事没听爽，但是你把每个故事都安排的非常的分量刚好，然后我们就听得很清晰。
谢谢谢谢。所以压轴是有道理的。挺厉害，我也是觉得，就是首先文本很规整，而且很巧。我发现你的想象力好强啊！就光鲨鱼那一段，我的妈呀，我就一直在听。主要是真胆儿小。我知道你胆儿小归胆儿小，但是你想象力真的太强了。就你平时就这么贫是吧？是，确实是。当时反正去学潜水，确实也遇到了点危险，然后没写进去。然后昨天刚好他们转我一个新闻，有一个男的好像让鲨鱼给咬了一块儿，他没长沙，让长他一下。好，那我们把胡来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咱们最后一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按照规则，我要遗憾的请胡来先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徐指导202票直接晋级，谢谢各位。今年真是各显神通。除了学拉丁舞，然后我学过画画、蜡笔画、水彩画、油画、速写、素描、电子琴。我的爷爷教过我，但我爷爷教不明白别人，他的教法就是这样，上来就教我写草书的我的本名，这我怎么可能学会？总之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爷就通过他糟糕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哥仨全都失去了对书法的兴趣。但我字儿还是非常好看，我觉得有一些天赋，我觉得很像。我真的觉得很像，我当时穿那个潜水服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肚子很显，我说这个真的有点跟海豹分不出来了吧。随着徐指导和胡来这组 PK 的结果，我们第2赛段整个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表演，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阿成陪了咱一整个赛段，有啥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不太敢说话。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气友复活没，心虚，我现在有点心虚，我得看看结果再说吧。主要是好朋友，有点担心他。成，那就不为难阿成了。咱们这边4位气氛组组长，简短的，我们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赛段，要不？我先说吧，我呀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看线下脱口秀，这2天说实话就好充实。看到了这么多高手在一起过招，哎呦，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太美妙了。我刚才还说，昨天我一宿基本上做的都是他们的梦，我估计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夜。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切入点的越来越丰富，根据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有从这个自己的职业，有从自己的经历，甚至从自己的曾经受到的伤害，或者说是他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给你带来的感受就越来越丰富，就挺奇妙的。反而其实我对于下一个赛段充满了期待和疑虑。但凡是在创作的这样的比赛，越往后就越难，我觉得也给我们下了一个钩子，也就从现在开始期待了起来。担心就是因为期待嘛，担心就是因为关心嘛。每次录制都感觉是来给予我养分的，就无论是简单直接的，还是让我回味无穷的。我觉得今天下午看到七七得这么高的票，然后觉得终于女孩有胜利的光辉在，然后又看到凯峰、海宇作为新人可以拿到很高的票，像黑灯依然可以很炸，就是新人老人一起的那种蓬勃的状态，就是真好，这个夏天真好。我觉得就是乃文哥刚才有这么一句话，其实这并不算是线下的表演，顶多算是您面对面看到他表演。真想看线下，还是得您去剧场里，然后观看这些个选手朋友们，不论是留在我们舞台的，还是说在待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出时间去现场真正的看一看我们这些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郭麒麟老师。那对抗路友谊赛的最后一场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恭喜77 216票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恭喜！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恭喜77！
除去坐在我们对面2楼已经晋级的22组演员之外，我相信无论观众朋友、我们的气氛组，所有朋友心中都会有自己的遗憾和遗珠。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是演员友好、公平公正，按照整场比赛3期下来的排名，会有10位朋友再次回到舞台之上。我们来看一下，会是谁能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演出、一起比赛？请看大屏幕。恭喜嘻哈、浩、多多、肉食动物、徐不气、安全出口、陈述、普拉斯、门枪、七友，欢迎你们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演出，希望大家。首先祝贺各位顺利晋级第3赛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代理主持人登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喜剧播客界的主持双子星咸鱼大老王。原来2个人搁这儿等着呢。抱歉，我们拿到属于我们的 offer 了。首先，我们恭喜32组演员晋级成功，恭喜大家！那些输的朋友，输在哪里？到底输在哪里？我说众生平等，我等了500年整。好着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认真宣布本赛段的规则。正式宣布本赛段的规则。在对抗路友谊赛中，互为对手且顺利晋级的2组演员，将在本赛段直接成为队友。当然了，因为淘汰了对手单独晋级而暂时落单的朋友们呢，也不用紧张，你们可以互相重新组队。你们将按照第2赛段的成绩排名从高到低，依次向其他落单演员发起组队邀请，重新组建友谊战队。也恭喜各位老师，好吧，恭喜各位老师啊！我们有请落单演员里排名第1的七七，欢迎七七。你想邀请谁作为你的队友？我选李卓言。Yes I do。刘奎。选谁？小马天。徐指导，我邀请杨子。哎呀，行，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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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鹏吧。恭喜16组友谊战队组队成功，恭喜你们！现组建的16组友谊战队排名前2的小队，还有一个特别奖励。哎，这是什么？观影邀请函。读一下呢。恭喜各位受周星驰先生，哎呦，不得了！哎，我的天！邀请参加电影《功夫女足》的内部电影。这是一次关于梦想与功夫的久别重逢，更是喜剧精神与女足力量的全新碰撞。同时，各位还将获得在映后采访功夫女足的主创团队周星驰、胡宇安、林子聪的机会。主题我们就这样吧，我们买一个测谎仪，然后我们就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他们不能说谎。林子聪真的是你现在觉得最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对，然后胡玉安老师是不是你合作到现在为止最满意的一位？但是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套近乎，必须第一关就是打开他的心门，我们就派海宇去套近乎。我应该是我们4个里最挨的了。你说七爷，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啊，结果他弄完这，我是今年的新选手。又整啊，又整老人。我们每年都去，每年都整他一回。真爷扎西德了。可以。我们这样吧，如果周星驰的心门打不开，我们先去打开他那2个演员的心门。哎，你别说，你跟聪哥2个还有点像。
王子聪，欢迎来到王子聪和林月的播客。你可以，我觉得林子聪交给你。我和王悦一块儿吧。行，那你们谢谢你，对吧？我和他一起负责林子聪，那我们俩就负责另一个演员老师。我们脱口秀有一些简单互动嘛，对吧？你来自哪里呀？你们3个是不是一块儿来的？你们仨什么关系？用3个词形容一下你旁边这个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吗？对今年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期待吗？都可以问问。对。用节目跟电影做一些相互的勾连。你觉得我们几个跟那个参演的演员差距在哪里？如何提高呢？实在不行，我多准备几条哈达线过去，没关系。送礼吧。对，一切的犀利问题都可以用扎西德勒去化解。实在不行，再加个巴扎黑。然后再给星爷下个死任务，就是必须在下一部电影里面邀请到喜丹20名演员去客串。我觉得可以。必须要 offer， 我们哪怕去演啦啦队呢，不能把空手回来。Hello，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现在热烈欢迎一下星爷和我们功夫女组的主创。大家好，大家好。来吧，我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接下来4位呢，可以跟3位做一个自我介绍。老师们好，我是王悦。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面可能是林子聪的本人，林子聪的背影。哦，他说踢我的背。我觉得只有他能替你，也可以你替他的背。我觉得你们俩正脸都可以，正脸可以替他。3位老师好啊，我是海宇，我在喜丹3是少数民族演员，我是藏族。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我想扮演的角色是许君聪老师扮演的那个泰国队的主教练，因为我跟他都说长得很像，就是可以直接替换过来，就直接可以演。你可以，又是正面可以替。你们有个替身的梦啊！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我觉得我将会是那条龙。重生之我在功夫女足里，我的角色将是制片。对，我最想拥有的功夫是点盒饭。如果尹天仇没有盒饭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盒。害得所有人都没饭吃，我也没吃饭呐。你很想吃饭吗？啊，和他一起吃吧。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无厘头，然后又把夸张做到极致的这么一部热血的喜剧。我们在电影院里面笑出鸡叫。所以真的有人把鸡带进去看吗？我想听一下是怎么样的鸡叫，就这样笑，就这样。对。你现在是说优点是吗？对啊。为何？是不是没跟你讲那个粤语有稍微语言有一点？那從興仔開始我講粵語。哦，你剛才是說粵語嗎？對呀。有沒有粵語翻譯啊？我第一個印象非常深的鏡頭是那個踢足球的時候，把那個那個框裡面的網踢爛了。然後2個工作人員拎着箱子上去在那補我。但是這個好笑的點是在於，因為這個電影就是在一個很無厘頭的宏大的敘事裡面，看到了一個真正在做實事的人。哎，其實我們還有好多補網的鏡頭，我們就拿掉。對，拿掉了。哎呀，到時候全部都發給我。你挨個笑。他可以靠這個來解壓，現在。我回去看100遍補網。其實我們都拍了挺長的那一場戲，也是要考慮到整個節奏。其實還有記者提問的還有幾個問題，最後因為整個節奏的關係，含着淚的就把它拿走，忍痛的割愛，太痛了。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对丧彪这个角色，我们几个就是很喜欢，就是你一出来，我们就是，就是那种，谢谢。
那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胡老师第一次看到丧彪这个角色的剧本的时候，递到你面前，你看到这个剧本有什么感受？当时我觉得丧彪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熟悉，就是我人生养的第一只猫叫丧彪，然后它很跳脱，精力特别充沛，就是像一个那种弹珠一样到处飞来飞去的，我很满意这个名字。后面第一场戏我记得就是我走进来这样，然后结果他们跑进来说不是你演错了，你是那种你要哭，你现在要哭啊，我都懵了你。然后我后面每天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每天都要哭的打算。其实我也挺喜欢的，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一个角色。我们昨天看完过后出来，就是同场看的很多人都有聊到这个角色，因为大家好像都有在丧彪身上看到了自己。其实我感觉就是那样一个性格，他需要最后的那一个爆发。对对对，因为我生活中也是像电影里，其实是会把委屈就吞在自己心里，所以我感觉需要那个最后冲击那一下，窝窝囊囊的，对，爆发那一下那种人格出来。那你今天吼了吗？今天没有，不如就在现在吧。每个人都站起来啊！我很想问一下，当时这么多鬼马的招数，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么密集的出现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可能真的有这些人的，真的见过是吧？对啊，我们会把它跟立体想象，对，在想象这空间。但是这个，譬如说这个关节是可以脱开来，然后再回去，这个是有这种人的。哦，有会脱臼完了之后，然后下一秒自己可以就是把关节就是脱开，对，这某一些关节，不是每一个关节。做蜈蚣。确实，我们看完了，大脑皮层已经没有褶皱了。我们还看到，除了丧彪以外，我们最关注两个角色是小斐和热巴演的双双和玉龙，怎么样想到给他们这样人设和关系链接的？我觉得现实中的女生之间的一些友情，其实就是很像他们这样，就对抗路一点。所以你跟闺蜜也会有这种关系吗？肯定有啊，有火花是好的，我觉得有火花代表感情会越来越好，你有这个才会活人感满满的。但是那一个很打动我，就是他们两个小时候的回忆，两个小女孩就是特别纯真。想入血腸，問過我哋先。原來有一些伏筆埋在了25年前，是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就稍稍收个尾啊，邀请星爷、聪哥和雨安一人说一句话，来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安利一下我们的新电影《功夫女足》。如果大家最近胃口不怎么好，睡眠不太好，不如去看看《功夫女足》啊，可能会帮到你的。一定能帮到，一定能帮到。看完过后吃得香，睡得好。想看一群热血沸腾的美女踢足球，就来看吧，顺带跟我一起发个飙。发飙！我就希望大家喜欢，希望大家喜欢，一定会，一定会的。我相信功夫女足和喜丹山一样，都会陪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感谢星爷，感谢我们主创团队，谢谢你们，谢谢。